90%的人炒这道菜，第一步就踩雷了。营养师警告，西红柿炒鸡蛋绝对不能加这3样东西，当心高血压、糖尿病悄悄找上门。你以为西红柿炒鸡蛋是最安全的家常菜，其实从拿起锅铲那一刻起，很多人就已经在给全家埋雷了。不是西红柿的问题，也不是鸡蛋的问题，是你往锅里加的那几样东西，正在把这道国民好菜变成伤身地雷。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道菜拆给你看，看完你会庆幸自己今天刷到了这条视频。先说西红柿，很多长辈觉得它便宜，没什么了不起，买菜的时候顺手抓2颗。错了，大错特错。在营养学家眼里，西红柿是货真价实的全能健康卫士，只是价格太平民，让人小看了它。第一个本事，西红柿是肠道的天然清道夫。现代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便秘。坐在马桶上憋得满头大汗，血压跟着往上飙，就是出不来。很多人跑去药房买清肠茶泻药，吃完是拉出来了，但拉到腿软，肠胃也跟着遭了殃。其实根本不用花那个冤枉钱。西红柿里含有丰富的苹果酸和柠檬酸，这些天然有机酸吃进去，就像给肠道请来了一批专业清洁工，刺激胃液分泌，调节肠道酸碱平衡，促进蠕动。再加上它本身饱满的水分和膳食纤维，干硬的东西自然就松软了，顺顺当当排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第二个本事，清热解毒，生津止渴。你前一晚吃了麻辣锅、炸鸡排，又熬了夜，隔天起来嘴巴又干又苦，口气重，嘴角还破了。老人家说这是火气大，中医叫胃热口苦，阴虚火旺。这时候吃退火药太伤身，你只要吃一颗新鲜的西红柿，或者喝一碗清淡的西红柿蛋花汤，就像在焦渴的身体里下了一场大雨，虚火慢慢压下去，内脏重新恢复，清凉舒爽。第三个本事，补血养血。说到补血，很多阿嬷第一反应是去买阿胶、吃猪肝、泡红枣水。其实西红柿才是植物界里隐藏的补铁神队友。植物性的铁本来吸收率就低，但西红柿同时含有海量维生素 C 和有机酸。维生素 C 是铁元素进入肠道时最强的通行证，有了它保驾护航，不管是西红柿本身的铁，还是这顿饭里其他食物的铁，身体都能最大程度的吸收利用。长期坚持吃，能有效预防缺铁性贫血，让你告别那种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一片发黑的虚弱感。那些卖昂贵补血保健品的人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个真相。第四个本事，天然防晒抗老化。西红柿里含有番茄红素，这是地球上已知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在皮肤细胞表面形成保护膜，替你挡住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防止胶原蛋白被破坏。这里有一个关键知识点，一定要记住，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你生吃西红柿吸收率其实非常有限，但切碎了用油炒，在高温和油脂的配合下，番茄红素会被大量释放出来，防晒和抗老化的效果直接翻倍。每天花大把钱买那些涂脸的化学保养品，还不如多吃点西红柿，从内而外淡化色斑，维持皮肤弹性，这才是最安全的自然美容法。第五个本事，抗血小板凝聚，预防脑中风。这一点我要重点说给中老年长辈听。随着年纪增长，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老旧水管，里面满是锈垢，血液也越来越粘稠。血小板一旦抱团，就形成血栓，堵在脑里是脑梗，堵在心脏是心肌梗塞。科学家在研究西红柿时发现，把它切开，里面包裹着种子，外面那层黄色透明的果冻状汁液含有一种特殊活性成分，能显著阻止血小板凝集，让血液保持顺畅流动。所以我拜托各位负责掌勺的阿嬷妈妈们，切西红柿的时候，那层黄色果冻汁千万不要洗掉，不要抠掉。你挖掉的不是西红柿籽，是预防脑血栓的无价之宝，一定要连着汁水完整倒进锅里。讲完西红柿，来说鸡蛋。这颗小东西被伪科学抹黑的最惨，今天我要帮它彻底洗清冤屈。第一，滋补强壮。以前谁家有人生病开刀，或者孕妇坐月子，最好的补品就是一碗蒸蛋。原因很简单，鸡蛋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比例是自然界所有食物里最接近人体需求的，吃下去几乎100%吸收利用，不产生代谢垃圾，能最快速的帮你修补受损的肌肉和细胞，比你花几千块买那些蛋白粉强太多了。第二，辅助稳定血压。
一听到这个，很多有高血压的长辈要跳起来了。先别急，听我解释。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鸡蛋在肠胃里被消化分解时，会产生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短链肽类物质。这些物质的作用机制和某些降压药有异曲同工之妙，能帮助身体抑制血管紧张素的生成。再加上鸡蛋里的优质蛋白能维持血管弹性，对稳定血压极有好处。如果你家的长辈还在转发高血压绝对不能吃鸡蛋的文章，甚至吃水煮蛋要把蛋黄抠出来扔掉，请你现在就帮我把这条视频转发过去，让他们看看，不要再被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的假文章洗脑了。第三，保护骨骼。大家都知道要补钙，但光吃钙片就够了吗？钙片吃下去没有运输工具，只会在肾脏里变成结石。蛋黄里含有维生素 D， 这就是搬运工手里的钥匙。有了它，你吃进去的钙质才能真正穿透肠壁，进入血液，最后扎根在骨头里。经常吃完整的鸡蛋是预防骨质疏松最省钱的方法之一。第四，自带天然抗菌武器。蛋白里含有一种天然抗菌成分，叫溶菌酶。科学实验证明，它能直接破坏细菌的外壁，让细菌当场裂解死亡。虽然炒熟之后酶的活性会有所减弱，但依然能为免疫系统提供充足的弹药，让你的白细胞更有战斗力。第五，根本不会让血脂飙高，反而能调节血脂。我在做健康咨询时，每天都会遇到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回家就把蛋黄当成毒药的人。我来告诉你真相，你血液里80%以上的胆固醇是你自己的肝脏合成的，跟吃进去的胆固醇关系真的不大。而且蛋黄里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同时也配备了解药，叫卵磷脂。卵磷脂是超强的天然乳化剂，进入血液后能把大块的胆固醇颗粒打碎成微小颗粒，悬浮在血液里流动，不让它们粘在血管壁上。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提高体内好胆固醇的浓度，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拉回肝脏代谢掉。正常人每天吃一颗完整的鸡蛋，绝对是利大于弊的。第六，强健大脑，预防失智。刚才说到的卵磷脂不只是清血管的工程，还是大脑神经细胞最顶级的营养来源。卵磷脂在体内分解后产生胆碱，胆碱进入大脑合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大脑神经元传递信息的快递员。快递员越多，记忆力越好，反应越快。不管是发育中的小孩，还是担心失智的老人，每天吃蛋黄就是在给大脑充值。西红柿和鸡蛋都是好食材，这一点我们已经清楚了，但今天最核心的重点来了。再完美的食材，如果你在厨房里加了不该加的东西，这盘好菜立刻变成健康地雷。做健康咨询这些年，我发现太多人炒这道菜时都在加3种绝对不该加的东西。第一种，味精或鸡精。很多阿妈为了让菜更鲜甜，习惯在起锅前抓一大把味精撒进去。但如果你炒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我求求你把那罐味精放下。这里有非常严谨的化学逻辑。鸡蛋本身就自带天然鲜味，因为它含有大量谷氨酸。鸡蛋和盐在高温翻炒时，谷氨酸遇到盐里的钠，自己就会生成天然的谷氨酸钠。你去看味精包装袋背后的成分表，主要成分就是 99% 的工业谷氨酸钠。这道菜本身已经够鲜了，加味精只是往里面倒化学提鲜剂，不但会产生一种让喉咙干涩的死甜味，更致命的是钠摄入量会原地爆炸。炒这道菜本来就要放盐，西红柿出汁水还会多放，再叠上味，大量钠离子进入血液，把水分锁在血管里，血容量剧增，血管壁压力瞬间爆表。对血管本来就脆弱，有高血压隐患的长辈来说，这就是在用刀割自己的血管，只要一点点优质的海盐就够了，绝对不要再放味精。第二种，黄瓜。为了颜色好看，红黄绿搭配，很多人喜欢切半条黄瓜丁一起下锅炒，看起来丰盛，但从营养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在暴殄天物。黄瓜里隐藏着一个破坏分子，叫做维生素 C 分解酶。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西红柿里含有海量维生素 C， 能抗老，能补血，能辅助补铁。结果你把西红柿跟黄瓜一起扔进热锅翻炒，黄瓜里的分解酶就会被大量逼出来，顺着汤汁无情的攻击，分解西红柿里那些珍贵的维生素 C。你辛辛苦苦请了一批工人来修围墙，结果又亲手放了一群人进去拆墙。吃了不会当场肚子痛，但你吃下去的西红柿最引以为傲的营养价值已经被摧毁殆尽了。
想吃黄瓜就拿去凉拌，或者直接生吃，千万别跟西红柿一起下锅。第3种，白砂糖。西红柿炒鸡蛋有咸口和甜口两派，很多人为了中和酸味，让汤汁变得浓稠下饭，会豪迈地舀2大勺白砂糖进去。朋友们，克制住你拿糖罐的那只手，你觉得酸酸甜甜很爽，但一盘菜加2勺糖，这一顿饭吃进去的游离糖数量是极其惊人的。这些隐藏的糖分就是轰炸血糖系统的重磅炸弹，特别是肚子已经圆润，血糖在及格边缘徘徊的长辈，这盘加了糖的菜一下肚，糖分在肠道里瞬间被吸收，餐后血糖像脱缰的野马直线飙升，胰脏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应对，长期下来胰脏彻底过载，糖尿病就真的找上门了。消耗不掉的糖分也不会凭空消失，肝脏会把它们全部转化成脂肪，囤在肚子和内脏上，这就是脂肪肝和肥胖的元凶。更可怕的是，大量糖分还会让皮肤发生糖化反应，破坏胶原蛋白，让你加速变老变黄。挑选熟透的西红柿，利用它天然的甜味就足够了，不要再加糖。讲完3种不能加的东西，还没完。吃这道菜有2个危险禁忌，请你务必记住。禁忌1，不要和大量海鲜同桌大吃。网上一直有文章在传，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加上虾子里的砷，在肚子里会变成砒霜，吃了会中毒。我直接告诉你，这是用伪科学在恐吓人。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在耍流氓。现代化学检测早就证实，要在胃里引发这个化学反应，变成有毒的砒霜，你必须一口气吃下50公斤西红柿，再加上40公斤被严重污染的虾子，才有可能达到中毒剂量。说吃完马上毒死人，绝对是无稽之谈，但我依然把它列为禁忌，原因是就算没有砒霜，这种吃法也会让你的肠胃崩溃。海鲜是高浓度的优质蛋白，从中医属性来说，螃蟹、虾子大多性寒凉，西红柿本身也偏微寒，还自带极高浓度的有机酸。当你把一大堆寒凉的高蛋白和一大堆极酸的物质同时塞进胃里，酸性物质会让海鲜里的蛋白质瞬间变性，凝固在胃里，结成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硬块，根本消化不了。本来就有慢性胃炎的阿公，或者消化系统还没发育好的小孩，面对这种又寒又硬的东西，肠胃就会发出绝望的抗议，极度消化不良，胃痛如绞，疯狂打嗝，甚至引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对体质敏感的人来说，未消化的蛋白质大分子进入肠道，还可能引发严重过敏，全身起红疹。今天餐桌上如果有大鱼大虾，西红柿炒鸡蛋就留到明天再煮。禁忌2，绝对不能用青色的未成熟西红柿做菜。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为了便宜或者想放久一点，会买那种捏起来硬邦邦，表皮还泛着青绿色的未熟西红柿，等不及它变红就切了下锅炒。朋友们，这个动作是在拿全家人的健康开玩笑。未成熟的植物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动物吃掉，体内会生成天然防御毒素。青西红柿里含有大量一种叫龙葵碱的生物碱，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发芽的马铃薯有毒，不能吃。没错，发芽马铃薯里的致命毒素就是龙葵碱。这种毒素对高温极其稳定，你用大火狂炒，煮到滚沸也根本破坏不了它。成熟的红西红柿里，龙葵碱几乎消失殆尽，但青色的就是一颗毒果。吃下肚之后，龙葵碱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强烈腐蚀，同时直接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吃完没多久，嘴巴和喉咙会感到火辣辣的苦涩、烧灼感，接着头晕、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如果吃多了，毒素大量吸收，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全身抽搐、意识模糊的重度中毒症状。抢救不及时是真的会出人命的。硬邦邦的青西红柿绝对不准下锅，买回家放在常温通风的地方，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催熟，等它通体红透，捏起来软软的再吃。切开发现里面还是青的，别心疼，直接丢进厨余桶。不要为了省几块钱，最后花大钱去住院。好，说了这么多，最后我直接给你一个零失败的满分做法：4步，简单清爽。第1步，挑通体红透的熟西红柿切块，里面那层黄色果冻汁一定要保留，不要洗掉，不要抠掉。第2步，鸡蛋加一点点盐打散，锅里放少许油，把鸡蛋快速滑炒定型，马上盛出来备用。第3步，锅里留一点底油，下西红柿翻炒，把红润的汁水逼出来，
加一点优质海盐调味，其他调料一概不放。第4步，把鸡蛋倒回锅里，翻拌均匀，起锅装盘。就这4步，不放味精，不放糖，不加黄瓜，这才是真正保留食材天然鲜味，对全家老小血管都友好的满分长寿菜。其实你仔细想想，吃的健康真的没那么难。今天西红柿炒鸡蛋，明天换一碗不加糖的燕麦粥，后天来一条清蒸鱼配豆腐，偶尔喝一杯无糖豆浆。食材都是菜市场里最便宜的那几样，关键是你每一次走进厨房，那只拿调味罐的手要不要克制住。健康就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日常动作里。掌勺人每天切的每一刀，撒的每一把调料，决定了全家人的血管到底撑不撑得住。你现在是什么时间刷到这条视频的？在留言区跟我说是几点？你在哪个城市？让我知道我不孤单。也欢迎告诉我今晚打算煮什么，或者你还有哪些拿捏不准的饮食习惯，都在留言区提问，我们一起聊。祝大家每天吃得香，睡得好，无病无灾。我们下期不见不散。